我就问他 What do you mean by gone? She's dead. So 我愣在那边差不多半个钟头，我不知道是不敢回来还是不想回来。对不起，老爸真是爱你，所失去的时间没有办法还他。就是如果会再重来，老爸会用多一点时间陪你。一个父亲的遗憾，无法挽回女儿的生命。这个年轻的生命，19岁的郑欣颖，去年9月从祖屋坠楼身亡。郑欣颖3年前开始接触电子烟，到了去年，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以前我跟我女儿就是什么东西都谈，然后她就跟我讲，哎，这个东西抽了会很像嗨这样。那时候我就跟她讲，你不要动这种东西啊。她那时候跟我讲，哦，这个尿不会中的。然后我就说尿不会中，你也不要动这个东西。那时候我有阻止过她，她就觉得，可能觉得我有点烦，所以之后她也是没有跟我讲太多话。争吵过几次，没有真正是跟他聊过为什么你要去动这个东西，就是叫他不要动。他后来发现，女儿吸食的其实是加入了依托咪酯 （etomidate） 麻醉剂成分的电子烟。这类电子烟俗称为丧尸烟弹或 K-pod， 包装和普通的电子烟一样。依托咪酯是一种用于临床的麻醉剂，只能在专业医疗监控下使用。如果被滥用或吸入，可能导致恶心、呕吐、肌肉抽搐、呼吸异常、精神错乱，甚至永久性器官衰竭等。俊杰今年33岁，曾经因为吸食 K-pod 而产生幻觉。When I was driving, I even see trees flying. Then I was speeding at a high speed. One of the major problems, which I myself don't know. I mean, I got aggressive in everything. Because this K-pop has these side effects whereby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I turn violent, such that I break 2 fans at home. And also, I mean, there are times that I voice note my family and scream at them. The next day, then I find out that I do that. All these things, I won't know it immediately because I'm still in a state of high hallucination or something. 郑家业说，女儿原本乐观开朗，也很勤奋，但接触 K-pop 之后，整个人变了样。为什么会发现？因为有时候我回来家里，我会发现家里很像一团糟。一团糟，说我有 camera 在家里，然后我就播放看，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就是他会重复做一样东西，就是把一个罐子要放，可是他放不好，他就是以为他放不好，他就会一直抖着放那段，然后又放，可能会继续这个动作 for 3 to 4 minutes。女儿最后的身影出现在电眼里。他在凌晨2点多踉踉跄跄地离开家，在这之前，相信是吸食了 K-pod， 就是很像抖着出去。半夜4点多，在9月22号，警察上门敲门。那天我不在家，因为我做晚工。然后我阿姨是说打给我说警察上来找你女儿。可是当我听电话的时候，警察就跟我讲，他讲英文了 ，The doctor is gone。说，我就问他 ，What do you mean by gone? She's dead。说，我愣在那边差不多半个钟头，我不知道是不敢回来还是不想回来，我就是愣住，我不想做任何东西。然后过了半个钟头，我把我自己振作起来，然后我就回来老家。那我回来的时候，他的尸体还在楼下，等着那个收尸的来收他的尸体。
验尸结果显示，郑新颖是因为从高处坠下，导致身体多处受伤而去世。他并不是孤立个案。上个星期天，7月20号，卫生部长王以康告诉媒体，依托咪纸的滥用让当局极为关注。We have seen some deaths, traffic accidents, as well as unnatural deaths, where etomidate is implicated. Investigations are ongoing, but etomidate is implicated, and I think there's strong suspicion that it is causing already deaths in Singapore. So it is a serious problem. 王以康说，卫生部正在和内政部合作，把目前受毒药法令管制的依托咪纸列为滥用毒品法令下的稀级毒品，这意味着违例者将面对更重的刑罚。在这个毒药法令，如果被判刑之后，使用者的刑罚就最多只是一个罚款。如果我们讲说藏有者或者是贩卖者的话，所面对的就是一个罚款高达1万元，或者是监禁高达2年。可是相反过来，当国会立法之后，把这个丧尸烟弹立载为这个滥用毒品法令中的其中一个控状，就变成使用者或者藏有者所面对的刑罚是强制性的，最低1年开始。贩卖者如果被定罪的话，面对的是至少强制性的监禁，从2年开始，再加强制性的必须要编的2鞭，而且可以高达10年监禁，还有高达5鞭。律师告诉前线编导，一旦 K-Pod 被列为滥用毒品法令下的稀级毒品，嫌犯必须自行证明清白，而不是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之前他被列为这个毒药法令的时候，在执法方面，比如说你被抓了，涉嫌藏有这个丧尸烟弹的话，就变成说控方有这个责任，在法院那边证明说，其实你有这个藏有的企图。可是相反过来说，我们的这个滥用毒品法令，它的里面的条文就立载了一个 provision 一个 clause， 我们叫做 presumption， 就变成说，如果你现在被涉嫌怀疑贩卖这个丧尸烟弹使用丧尸烟弹藏有丧尸烟弹，就变成说，就由你来向法院证明说你是无辜的。